女排主教练缺失和女排人员流失这两个问题，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担心的事情。这两个问题从去年的奥运会之后就已经存在了。郎平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就离职了，不再担任女排教练一职。紧接着，朱婷手腕的伤势加重，离队休养，手术时间也暂时没有回应。后来，张常宁也因为伤势问题处于康复期间，还有闫妮也在前段时间退役，主力队员迅速流失，让女排处境变得十分迷茫。加上一直没有教练这样的主心骨在，导致女排如今的地位变得不太明显。在这2天，排协也发布了新决定，本来应该中国承办的女排国际联赛，现在不再由中国承办，而是交给了国外来承办。这样的消息也让大家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。在之前，本来作为东道主，中国女排自然是有很大希望的，但现在排协改变了这个决定，这也就意味着女排的复苏计划再一次推迟。但很明显，这样做其实是很明智的，因为现在女排主教练都没有选出来，加上朱婷、张常宁等人也还在恢复期，这样贸然去参加比赛，无疑是输球的下场。因此，与其让自家承办，不如趁着这个时间取消承办地点，着重将新教练选择出来，为后续的亚运会和世锦赛做准备。现如今女排人员流失比较大，大家也都时刻期待着朱婷可以早日归队。目前女排的阵容其实不容乐观，老将闫妮宣布退役，张常宁、朱婷在康复期间，归队的时间也没有定下来。而且朱婷一直以来是中国女排的一姐，她的实力自然是不可小觑的。如今女排的一姐正在养伤期间，归队的时间不知道。眼下女排的比赛也离大家越来越近，很多人都在着急谁会接替朱婷女排一姐的地位，重新让女排走上巅峰的位置。然后在最近，有人发现女排又有了新一姐，她就是李盈莹。一直以来，女排的重要位置是以朱婷和张常宁担任的，但这两人都因为身上的伤势处于康复期。张常宁在之前更是做了膝盖手术，自然是没有办法参加女排比赛的。那么这一切的重担就落在了李盈莹身上。其实李盈莹也是女排主力队伍中的王牌选手，在早期李盈莹和张常宁搭档时成绩也十分亮眼。在朱婷没在队中的时候，李盈莹也挑起了女排的大梁。在之前的女排总决赛中，李盈莹也是率领着天津女排获得了冠军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女排一姐的位置也慢慢由李盈莹在取代。目前李盈莹的年龄也十分合适，加上之前打出的一系列成绩，由她来担任一姐绝对没问题，并且郎平对她的期待和期望也很大。如果在2022年由李盈莹来率领女排的话，那么女排也有可能会重新进入一个巅峰，并且复苏的时间也不会太长。但眼下最重要的是选择主教练，在主教练的带领下，相信李盈莹也会很快接手，成为新一任的女排一姐。而大家同时也在期待女排新人的选择。新教练上任后，自然是需要新人来注入队伍中，重新唤醒女排活力。而之前的吴梦洁等人也很不错，眼下就看接下来的比赛中李盈莹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了。如果李盈莹真的能率领2022年的女排走向巅峰，那么大家也就不必再等朱婷了。女排有了全新阵容，相信一定会在后期的比赛中重新恢复活力，拿下巅峰位置。那么大家觉得李盈莹会像朱婷那样带领女排重塑女排巅峰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中说出你的想法。关注杂酱体育圈，了解最新体育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